快走！大王村不欢迎你们，不然我就放狗来咬你们了。见到胖子的无赖行径，老头气得吹胡子瞪眼。哎呀，老人家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们只是来串串门。哎呦，抽根烟，您老急什么嘛？抽完就走。好，我一见有戏，赶紧先答应了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跟这老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。慢慢的，我和胖子两个人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。胖子一脸神秘地说他是政府派来的大官，但老头却是无比的茫然。我们又问了几句，这才发现老头的思想居然还停留在抗战时期，他甚至以为中国现在还在打小日本鬼子。我和胖子对视了一眼，都觉得有些好笑。这里就像是桃花源一样，完全与世隔绝，估计这村子几年都难见到一个外地人，否则这老头不会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。老乡啊，咱们一路上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，终于来解放你们了。胖子露出了憨厚的笑容，亲昵地握住了老头的手，颇有一副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味道。胖子接着说，八路军这次派他来大王村是要执行秘密任务的，需要村民们积极配合。听完之后，老头整个人激动的都哭了，那样子估计胖子让他去挡枪子儿，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做。胖子皱着眉头问，老乡啊，组织上要我问你，水道究竟在哪里啊？老头是支吾不答呢。首长，这水道一般人是看不见的，连通着黄河呢。黄河？我和胖子一下子就兴奋了，如果这条水道连通的真的就是黄河，那肯定就是龙尾巴的所在地了。老乡，你又跟我开玩笑，水道怎么能看不见呢？难道是你勾结了小日本鬼子，当了汉奸了？胖子沉着脸一拍桌子，把老头给吓了一跳。老头赶紧解释，首长莫生气，这水道啊真的看不见，这里头睡着河神呐。哎呀，你个老头子倒是伶牙俐齿的很啊！水道看不见，莫非还能是透明的不成？再不给胖爷老实交代，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，我枪毙了你！胖子肚子一挺，做了个掏枪的姿势，那样子差点没把我给笑喷了。老头连连摆手，对胖子这个乱扣帽子的举动很是郁闷。首长千万不要乱讲啊！我要是当汉奸，不用您动手，一道闪电下来就把我给劈死了。那真是一条看不见的水道。首长要是不信，我带您去瞧瞧。胖子把头昂起了几分，一脸威严地说：好，前头带路。老头沉浸在胖子的威严之中，丝毫不敢怠慢，连外套都不穿就推门走出去了。我拿起老头的外套跟在后边，见胖子还在那装相，忍不住一阵火大，踢在了这家伙的屁股上。门口的马如龙等人也都是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容易就解决了。首长，黄河就在这下边。什么？你他娘的告诉我黄河在一口井里？胖子见老头一脸认真，似乎是在忽悠一个傻子一样，顿时就火冒三丈。首长，您下去就知道了，要不然怎么叫看不到的河呀？说罢，他就率先提着煤油灯，顺着井口的梯子爬下去了。我们都被这老头给搞得有些莫名其妙，难道说这口古井里真的有什么蹊跷吗？你们先下去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哎呦，这老头不会想谋财害命吧？猛地，老头突然从井底露出了半张脸来。首长，你们快下来，这里有2条船，刚好够你们看一看的。这下面还真有一条水道。我顿时就目瞪口呆，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在一口小小的水井下，居然有一条能够供船只行走的水道，难怪我们之前找遍了大王村方圆1000米，也没有见到湖泊流水的踪迹。原来这水是藏在了井里了。我和胖子顺着铁梯子爬了下去，发现井底横着凿了一个洞，刚好可以供人通过。我们钻进去之后，这才发现洞里便是那条足有2米宽的水道。水面上绑着2条船，老头已经提着煤油灯坐在了船头了。昏暗的灯光往尽头照去，这应该是一条蜿蜒的河流。首长看到了没有？我没有骗你吧？啊，这里就是河神道，千万别说我通敌了，我最恨的就是汉奸。还算你老实啊。这河神道是流向黄河的吗？不是，再往前划一段路呢，才到黄河。这条河神道是河神专门为了保佑大王村而开的。叮当，
你他娘能听懂什么意思吗？我又没多长两只耳朵。正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马如龙他们也下来了。见到井底之下这幅光景，几个人也都是十分惊讶。这通道怎么有点像是地道战时挖的口子呀？那时候，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扫荡，很多村子都开始挖地道来躲避日本鬼子的屠杀。地道的入口通常设置在比较隐秘的地方，要不然就是炕下，要不然就是在井下。这口井看起来还真的像是地道战时挖的。不，你们摸摸两边的井壁就知道了。砖块已经被水冲得一点棱角都没有，摸上去也十分光滑，没有几百年的功夫是不会这样的。马如龙的眼光十分老辣，他一下子就点到了问题的关键。然后他轻轻地说：“先过去看看吧。”我发现他的眼里有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激动，似乎已经肯定了这条水道就是龙尾巴。那份铭文，马如龙知道的绝对不止32个字，还有一些别的信息，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。否则他也不会定出大王村这么个精准的点来，还特地找了一个附近的人做向导。这条水道真的通往那个未知的水葬吗？我的脑袋飞快地转着，我们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被动了。如果再不理清楚头绪，恐怕就会彻底的沦为马如龙的炮灰了。而这老头一听大家要继续往前走，顿时就吓了一大跳，他连忙挡在了胖子面前，一脸焦急地说：“哎呀，去不得呀，首长啊！河神道刚出过大事儿，再想进去，那就得拖牲口来祭祀，否则河神也会发火的。这水看起来最多2米来深，人都淹不死，能出什么大事啊？而且哪怕前方有大风大浪，咱八路军也要迎着风浪，拿出打小日本鬼子的志气来。”胖子字字震耳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把老头崇拜的一愣一愣的。我皱着眉头问：“老人家，这条水道之前出过什么事情？”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弄清楚比较好。这条水道经常会死人的，只要得罪了河神就会被索命。前些日子有一群莽戳戳的外乡人不知好歹，非要走这条道，结果就出了大事啊！外乡人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老头，你再说清楚点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2个人来，一个是明叔，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爷爷。要知道，在我们之前，明叔就已经得到青阳尊上的铭文了，看样子他们是先一步找到了这里。约么10几天前吧，哎呀，我也忘了。胖子连忙问他：“那这群外乡人在河神道做了什么，才触怒了河神？”当时那10几个外乡人凶神恶煞，抢到船就要走，拦都拦不住。结果那天晚上，河神道里不断传来惨叫声，俺了个亲娘呀！那凄惨的叫声，整个村子都能够听懂。大家都说是这些外乡人得罪了河神，所以遭到了河神的惩罚。走，把这老头也带上。马如龙却直接下了命令。看到有人捷足先登，他似乎也有些急眼了。我脸色有些难看，我们现在对这条水道完全不了解，万一出现什么问题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只不过马如龙那张阴沉的脸似乎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。老头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在胖子的淫威下，还是选择屈服了。我们将缆绳解开，2条船就这么一前一后的慢慢的在水道中荡开了。水面一片死寂，而且十分浑浊，仿佛是掺杂了大量的泥沙一般。一桨滑下去，哗啦啦的水流声在这狭小的水道中回响起来。此刻我们几个人全部都拿着武器，我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如果老头没有骗我们的话，那这条水道里肯定藏着什么东西，才会让明叔一行人发出如此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我越想就越觉得心惊肉跳，总觉得这浑浊的泥沙水下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静静地打量着我们。哎，快看那边！顺着胖子手电筒照的方向看过去，我发现在我们前方不远处有2个黑咕隆咚的东西浮在水面上，圆鼓鼓的，像是西瓜一样。我连忙拿起了望远镜，发现那竟然是2个人的脑袋。那2颗脑袋有点宽，就像是农村里用的葫芦瓢一样，眼珠子高高凸起，似乎是在水里泡了有一段日子了，脸上呈现出了一种病态的苍白。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胖子的喊声，那2颗脑袋唰的一下就扎进了水里，冒出了几个气泡之后就彻底消失了。胖子毛骨悚然地说：“哟，这他娘的什么鬼东西啊！”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好像是2个大活人，看到我们的船就又钻进水里了。马如龙皱起眉头问这老头：“是不是你们大王村的人？”老头一脸的肯定：“哎，不是，
村子里去捕鱼之前全都是要拜水的，这肯定不是咱们村的人。这两个骤然出现的人让事情一下子诡异起来。这条水道里怎么会突然冒出两个人来呢？追上去看看，他们如果潜在水里，肯定坚持不了太长时间，早晚会在露头出来的，到时候抓起来拷问一下就知道了。西装男抢过了桨，在身后的石头上猛点了一下，小船立刻开始飞速行驶。鱼人都慢点，慢点！向导老汉差点失去平衡，在墙壁上一撑，把一大块腐烂的土都给抓了下来。这里的水道本来就只有2米多宽，并且蜿蜒崎岖，有些窄的地方仅仅只能够一条船通过。西装男这一加速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是让船上的人都颠得七荤八素的。老头赶紧把西装男手中的桨给抢了过去。慢点啊，再撞下去船就要坏了。这一段路连续拐了好几个弯，等水道又笔直了之后，我们依旧是没有见到那两个人。王元朝默默地端起了狙击步枪，大声提醒众人：都小心点，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刚才那两个人不管怎么说，憋了这么久的气也应该露会儿头了吧？但是自从潜入水中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发现他们浮上来换气，这很明显是不正常的。此时此刻，水道内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到了顶点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盯着浑浊的水面，我甚至连旁边老头的呼吸声都能够听得清楚。胖子在前面叫嚣着：有什么东西上来就把它打成筛子，咱这么多武器，就是有水鬼咱也不怕。不过让我们微微松了口气的是，水面一片风平浪静，并没有什么危险发生。刚才会不会就是2具尸体啊？其实如果只是2具尸体的话，我们反倒不用那么担心。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2颗脑袋很明显是摆出了一副游泳的姿势的，而且我望远镜里看得更加清楚，那2颗脑袋发现船之后立马就扎进了水里。如果是尸体的话，这就没办法解释了。胖子，小心点儿！我冲胖子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大意。你们看，这些黏糊糊的土包子是什么？此刻水道变得愈发的狭窄起来，我们一个个只能是弯下了腰蹲在船上，借着手电筒看清楚周围的环境。我们发现在两边的岩壁上有一些一团一团深灰色的土包子，这些土包子密密麻麻的，恶心的就像是粘连在一起的恶性肿瘤一样。胖子用刀刮了一下，却是刮不掉这些土包子。向导老汉在一旁提醒我们：我说这玩意儿可硬啊，我刚才不小心摔到墙上，手都割破了。胖子点了点头，收起了伞兵刀。这会不会是某种动物的粪便呢？时间一长风干了就硬邦邦的。这倒是有可能，但如果真的是粪便的话，我们就危险了。王元朝一脸凝重地说：这些土包子每一个都有差不多4、5个拳头那么大，如果真的是什么动物拉出来的，那这动物不仅数量可怕，而且体型也不会小到哪儿去。我提起船头的煤油灯照了一下，发现这些土包子的表面都有一层规律的纹理，乍一看去就像是大蟒蛇的蛇皮一样。等会儿，你们别动这土包子，这玩意儿好像是在动。突然之间，张三炮好像是发现了什么，他大声朝我和胖子吼道：妈耶，这坨大粪不会是虫子窝吧？胖子赶紧往后退了几步，我也收回了煤油灯来。眼下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土包子里到底藏了什么，万一是什么致命的毒虫，那可就完蛋了。并且再加上之前明叔一行人的遭遇，这条水道很明显并不是什么善地，所以我这会儿也没打算去探寻这些土包子的秘密。继续走，老人家，我们离出口还有多远？老头哆哆嗦嗦地说：没那么快呀，听几个小鸭子讲，河神道要走1个小时才能出去，咱们这才刚刚走了一半啊。似乎是刚才冒出水面的那2颗人头让他有些不安，老头又劝起了胖子：首长啊，这河神道自打上次那群外乡人出事以后，就没人敢下水了，今天都见死人了，说明河神还在气头上呢。要不咱们先回去，等村子里祭祀完了再出发吧。不过老头的提议立马就被马如龙给否决了，他沉着脸指挥着船继续前进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船下边的黄泥水开始变得有点涟漪，水面的波纹也有点乱。除了我们划桨时荡起的波纹之外，底下似乎还有什么别的东西。而在拐过了1个弯之后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阴冷的空气迎面扫了过来，那冰凉的气息让我瞬间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煤油灯也是一下子就被吹灭了，我们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。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黑暗里响起了一阵沉闷的声音，那声音有点像是心脏在跳动，在这条幽闭的水道中显得尤为的刺耳。慌乱之中，也不知道谁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让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。待到手电筒打开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是十几节断胳膊断腿，还有差不多10来具尸体就那么漂浮在水面上。这些尸体也不知道遭受到了什么攻击，有的胸口破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，有的半边身子都完全没了，里面的内脏都还清晰可见。而最为诡异的是，这一段水道的水质不知道怎么地拐了个弯之后就变得无比清澈了，沉在水底下的各种器官、眼珠子，甚至还有一条一条青紫色的肠子都清晰可见。我瞬间毛骨悚然，这一刻我控制不住的大吼了一声，然后抓住船桨就撑起来，不让它继续前进。马如龙也是大声地下了命令：停住，快停住！这里骤然出现这么多尸体，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要是贸然过去了，10有8九会跟这些尸体一样的下场。这水下面有暗涌。这个变故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根本就没想到，在一个转弯之后会发生如此多的事情。船只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而后猛然撞在了那堆尸体上。有一具尸体被船拦腰撞成了2截，那些内脏什么的全都一股脑的滑落进了水里。咣当一声，我们这条船好像是被水下的什么东西给顶到了，瞬间就失去平衡翻了过来，我整个人当先摔入了水中。连续呛了几口水进肚，想到自己喝的都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内脏肠子水，我忍不住一口胃酸就喷了出来。不过恶心过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觉自己完蛋了。我抖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，而后死死地划着水，一点都不敢松懈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在我们的那条船虽然已经翻了，但居然还在往前走，我顿时感到了后背一阵发凉。不对劲，大大的不对劲呢！那些尸体一直浮在水面上都没有动，只有船在往前走，这说明绝不是什么暗涌作怪，而是水下有东西在拖着我们的船。不管那么多了，都把家伙亮出来啊！水下边那个东西既然是想要把我们往前带，就说明前方肯定有危险。张三炮将落水的人一一拉了上来，然后让大家互相站好位置，别让最后一条保命的船也翻了。否则即便我们没事儿，但在这冰水里泡上1、2个小时，皮肤也要泡烂了。水下的东西拖着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各种内脏都朝着船身迎面撞了过来。我们这会儿就好像是在死人堆里前进着，周围全部都是泡得腐烂的尸体，那种感觉真心是没办法形容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，那就是拖着我们船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那艘船就这么带着我们往前走了40、50米，才逐渐的停了下来。我下去看看水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王元朝说完就猛地扎到了水里去。我担心王元朝出现什么意外，也连忙潜了下去。这里的水质很清澈，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看清楚周围的景象，但船底下却是空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老头大声招呼我们把前面翻掉的小船转过来，不然这么多人挤在一条船上是会沉的。我们当下就游了过去，用力把船身搬回来之后，这才从冰冷的水里上了船。一阵凉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寒噤。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儿，我到现在脑袋都还没有转过弯来。三炮，刚才究竟是什么东西弄翻了我们的船？当时船上可是坐了3个人，这么大的重量竟然能被撞翻？张三炮也是一脸见了鬼的样子。没看到啊，我的手电筒还一直照着水里呢，根本就没看到水下边有什么东西。那老头身体抖成了一团，整个人失魂落魄地说：完了完了，这是河神发火了，在跟我们要贡品呢。村子里的人都说呀，谁要遇见河神推船，那就得见血呀。老头的话给我们所有人都蒙上了一层阴霾。既然河神推船的事情在大王村早就传开了，那就说明这件事即便是有迷信的成分，也不会像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。忽然老头瞪大了眼睛，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，把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。河神要来了！王元朝连忙按住老头的肩膀，生怕他在船上发起疯来。不过这种情况还好没有发生。
老头只是在那儿瑟瑟发抖，并没有做出其他出格的举动。马如龙摇了摇头：“快划，赶紧离开这条水道。”2条船上没有一个人说话，除了划桨的人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是神情紧绷着，死死地观察着周围的风吹草动。那船继续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，水质又开始变得浑浊起来。这条河神道简直是处处都透着一股诡异。